元帅，龙翔军舰上升的是吴越旗。钱家那位宗亲何在？回禀元帅，在营中进食，抱怨肉太粗、酒太酸，又打一尾江鱼来吃。传令下去，矛枪、弓弩、火箭准备。动。钟群，在。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。诺。海卫，江面上有东西，这边也有。海卫，猛火有撤，快撤，撤！众将听令，点火！起箭！周旋呢？回禀元帅，太尉围着军舰守卫。那钱氏宗亲，给老子带上来！回禀元帅，那人不见了。去给老子找回来！找你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！诺。传令下去，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，全速回撤。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，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。诺。进攻！禀元帅，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边返回，包抄贼船。贼军已入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别急，快一边！一边！
此事总需有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？又想让谁给你交代？这上面的印玺，总须做不得假。报！启禀元帅，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。前王的意思是说，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，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。世子，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。既是如此，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，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某的将士一两。周巡，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？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。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？听沈师傅说过，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容使，兼任6路都转运使，提调诸军粮秣、甲仗、器械工事。我在天沟河，饿不饿？我家爹不饿。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。是，儿子遵勉。张四使。多。世子，一会儿要紧一点。弟媳，弟媳，弟媳！你说什么？你从何来？山，好多山，到处都是。弟媳，弟媳！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，参见大元帅。参见大元帅。国华将军免礼。诸位将军免礼。请入座。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，大军进退行止，还请大元帅示下。国华将军，天下名将，声威播于四方。若生在300年前，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。孤向来疏于军务，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，已是耗尽心血气力。如今两军既然合兵，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。自今日起，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，全军上下无分南北，
皆遵国华号令。孤只管吃饭睡觉，坐看国华施展手段。大元帅此言，曹兵断不敢当。你当得起？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巡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。若非诸将戮力同心，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，一日再临汴梁，故食无颜面再朝天子。大元帅言重了。自今日起，军中之事皆付国华，孤不负御闻。请国华正元帅之位。我王一片赤诚，请太尉不必在此。请太尉正元帅之位。请太尉元帅之位。元帅之位。陛下，老臣有罪，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，败坏国事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！臣当万死，以报陛下。徐师傅没有罪，有罪的是朕。是朕辜负了祖宗，辜负了三军将士，辜负了
江南市民。陛下，朕此时好悔呀！悔不该不听李仁卿之言。罢了，战不能战，和不能和。那便降了吧。陛下，陛下。昔日，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，以为这世间凄惨之事，莫过于此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轮到朕自己了。反倒觉得没什么了。生逢万事，便是贵为天子，又能如何呢？徐师傅啊，你待朕，你就降表，呈往宋营。江南之罪，罪在朕公一人，虽万死，亦不足惜。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，善待官吏市民，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。40年来家国，3000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罗，几层是干戈。一旦归为臣奴，沈腰攀病，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游奏夜离歌，垂泪对宫。一旦归为臣奴，沈腰攀病，消磨，垂泪对宫。
柿子已经算是好的了。陈家里那几个畜生，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，便是同身边的女使厮混，如同城里那位，那般肯在慈服上用功的，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。能安安生生过日子，不涉险，不折腾，便已是好孩子了。大王自家折腾了一辈子，如今看小的一辈，却指望不折腾。咱们家从阿翁到阿爹，到六哥、七哥，最后再到弟弟这儿，折腾了快100年了。世道崩坏，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。不折腾，一家人连命都保不得，更别说社稷梨树。可如今世道要变了，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。自天子下诏南征，也有些年余了。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，纵使再凋敝，凑几万个兵甲出来，也还是不难的。再不像样的朝廷，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，田横那般的人物。只要孤还有一口气，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。揍了田横。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